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change. Hey， 大家好，欢迎到频道，我是 Rock。上支影片跟大家介绍 Uniqlo C 2026春夏季全新推出的特级亚麻系列，同时又跟大家介绍那款非常万用，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Parka 版型 Burberry 的那一件 Navy 色调的 M6 Official Parka， 它是全配版本，同时状态也是9成新等级，非常难得的一款好物，绝对非常适合接下来天气来做混搭。基本上台湾天气一年四季都用得到，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上一部影片介绍。今天只是要来跟大家聊聊 Uniqlo U 2026春夏季推出的新品。在上支影片就有跟大家介绍有推出哪些新品嘛。那后来在开卖之后，我有去旗舰门市10套。今天这支影片就跟大家完整分享这一次 U 系列推出的2026春夏新品，实际穿起来感觉如何，同时面料触感是怎样的感觉，待会在影片后半部跟大家分析跟介绍。好，那就像正文之前一样，来介绍一下9OTT。OK， 今天搭配走的是1980年代 Sweat Leather 意式风格优雅混搭。首先裤装部分搭配是之前 U 系列推出的这个宽版卡其裤，在内搭配是去年秋冬 U 系列的 Merrellwood 的针织衫。再来皮靴部分则是意大利的手工皮靴品牌 Butero 的 Side Zipper Boots。最后外套部分就是今天混搭重点，今天搭配这款非常厉害，它是1980年代 Burberry Lambskin Sweat Leather A1 Type Bomber Jacket。顾名思义，就是1980到1990年代左右 Burberry 所生产的这种真皮的意大利小羊皮 A1 皮衣。首先让大家认识一下经典的 A1 版型。Type A1 的官方名称是 Type 37J1， 基本上也就是 A2 版型的前身，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全皮革的 A2 飞行外套。Type A1 最早是在1927年由美军的陆军航空队所采用，主要就是用来取代更早以前的比较偏长版厚重的那种飞行大衣。Type A1 就算是他们最早量产的这种飞行外套，大概到1931年就停用，后来就直接被 A2 飞行外套取代。所以 Type A1 版型使用的年份没有非常长，不过为什么它会这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在1935年意大利的服装品牌 Vostar 他们采用这个 A1 的版型设计，保留 A1 版型的军装轮廓，把它改用成更加柔软，适合平常日常混搭的小羊皮的 Sweat Leather 啊，或者是其他高级的面料。所以经过 Vostar 的改良之后，这个 A1 版型就变得更加实穿，同时也融合了意大利的优雅元素。这也因此让他们在意大利上流社会中非常受到欢迎。基本上在1980到90年代左右，欧洲无论是法国、意大利都很受欢迎的就是这种 A1 版型，尤其是 Sweat Leather 的这种面料。那我们回归到今天介绍这款1980年代的 Burberry， 除了轮廓设计完全还原 A1 版型的各项元素之外，最大的特色就是面料的部分。这件面料采用 Italian Lambskin Sweat Leather， 也就是意大利小羊皮麂皮材质。现代日常我们接触得到的 Sweat Leather 多半都是人工皮革，在80年代很受欢迎的就是采用真皮的 Sweat Leather。那真皮的 Sweat Leather 又有分各种等级，像是牛皮、猪皮、羊皮都有推出这种绒面皮革的麂皮面料。那 Sweat Leather 中普遍比较受欢迎，也是高阶的精品品牌会常用的就是 Lambskin 的 Sweat Leather。Lambskin 的话就是小羊皮，小羊皮的 Sweat Leather特色就是非常轻盈，采用的面料非常薄，它裁得非常薄，所以基本上就是薄薄的一片，然后整件非常轻，超软超轻的，整体穿起来轻盈度就跟穿一般的那种棉质外套一样，甚至还更轻盈的感觉，完全不像是真皮的皮衣会呈现的那种重量感。同时最大的特色就是
亲肤性、丝滑般的触感，穿起来很像是直接再加了一层皮肤的感觉，所以很像是触摸动物皮肤的那种触感，非常丝滑滑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这种绒面皮革啊，顺向就是浅色，反向就是深色，这样子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件的面料来说是 Sweat Leather 中算是非常顶的面料，状态来说也是维持非常漂亮。这件我前几天已经整个手工清理完毕，也是让它整个恢复到非常健康的状态，完全没有任何皮革的臭味，摸起来非常滑顺舒服，基本上再战个10年20年都完全 OK。而且这件的话，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它的漂亮的 size 感，轮廓设计的宽松舒服，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像我平常Uniqlo都穿 XL 嘛，这一件的话，平常穿 XL 到3XL 左右都 OK， 非常宽松舒服的 loose fit size 感。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一种 A1 版型的话，时间久了，螺纹锁口部分很容易会有破损的情况。这一件的话，螺纹锁口完全没有任何破洞的那种感觉，再加上螺纹锁口设计，我没有很喜欢那种紧紧的感觉，还有腰侧的那种紧紧的感觉，全新紧紧的那种感觉。穿起来有点别扭，就是腰围会缩得紧紧的那种画面，我个人不太喜欢。反倒是1980年代用到现在这种自然松软的那种感觉最舒服，最适合现代日常搭配。尤其腰侧这个很重要，现在它自然松脱的那种感觉反而最刚好。当然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在，所以等一下扣起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画面视觉效果是非常好看。平常日常搭配的话，这个螺纹锁口因为比较长嘛，我个人是比较习惯会给它折一半。这一件的话，差不多170到190的人都可以轻松驾驭。它的袖长够长，腰部肩宽也够宽松。你看它肩侧这边也是 loose fit 的绕肩感，所以以我的身形算是比较偏壮硕，也可以穿出这么 loose fit 宽松感。正面采用 A1 经典的巴扣设计，同时每颗纽扣都是 Burberry 的刻印纽扣。口袋方面的话，也是 A1 经典的双口袋设计。除了这个纽扣口袋之外，侧边还有多加了 warm pocket 保暖口袋设计，这个细节就非常赞。你日常搭配有这个 warm pocket， 感觉上整个视觉效果又完全不一样。左侧内侧这边还有一个纽扣暗带设计，下方就有 Burberry London 的这个刺绣标，同时 A1 的立领设计。你如果春夏季想要穿凉爽舒服的感觉的话，你也可以翻领，像这样子。翻领这样子日常搭配也完全 OK， 反而是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外套的感觉。内侧你就搭配一个普通束 T 就完全 OK， 我们就扣起来给大家看看，扣起来感觉像这样，有没有宽松舒服，下摆也完全没有紧绷的那种感觉，不会有那种竖起来缩得紧紧的那种感觉，这样的自然旧化的感觉反而刚刚好。衣长设计也拿捏也非常漂亮，不会过短。翻领的话就是比较休闲凉爽的感觉，插个口袋的感觉。扣起来感觉整个看起来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最推荐还是立领，最喜欢这个 A1 版型就是要全扣，全扣感觉像这样，有没有看到？全扣之后，领子这边非常宽松，不像是一般的那种飞行外套啊会紧紧那种感觉。这一件的话，宽松舒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勒脖感。你看我内搭配这个针织衫，完全没有紧绷，还有很大的移动空间，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你春季的话，内侧搭配一个普通束 T， 脖子这边即便你全扣，还是保留很大的移动空间，穿起来当然是宽松舒服，不会闷热的那种效果。全扣之后，整个轮廓感觉就非常显眼，尤其正面领子，你看到2颗纽扣，下方也2颗纽扣，远远一看就马上知道哦，这个是经典的 A1 Type 版型。而且 Burberry 这个小羊皮的面料又这么独特舒服，触摸动物皮肤的那种绒毛触感，完全没有任何皮衣外套的那种厚重分量感，超轻盈凉爽舒服。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是喜欢丹宁外套的话，应该都有留意到这件，因为它是大尺寸的设计，同时又融合了当时那种早期的缝线设计的话，这件同样是采用大家最喜欢的 T back 的设计。有没有看到背部缝线采用 T 字的设计 ？T back 设计看起来视觉效果更加漂亮，又让这一件 A1 版型更加有魅力。我很喜欢它这一件插口袋这种 loose fit 松弛感，真的做得非常漂亮。真皮所带出来的视觉效果跟坊间的那种合成皮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真皮材质用久之后会呈现自然旧化美感，在一些边边角角会有一些独特的触感、独特的光泽感，摸起来也会越摸越滑顺，越穿越舒服，越符合你的身形。这部分就是真皮最大的优势。所以我个人很喜欢的就是在于80年代的这种旧化感，很多细节的这种色泽的旧化，我没有刻意把它磨到很干净的那种感觉，刚刚好的自然旧化，我觉得是比较漂亮，比较符合这个时期的80年代的旧化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刚刚没有提到，给大家看看。它这件的话，不像是一般皮衣啊，内侧会多加一个内衬衬里的那种感觉。这件的话，内侧直接就是皮革。那你有没有看到内侧经典的 Burberry 的 Nova Check 格纹啊？有没有看到？全部都是 Nova Check 格纹，袖子内侧也是，而且它的 Nova Check 的格纹的话，不是印在平常的那种缎面内里，多缝了一层。这件的话，它是直接印在这个小羊皮上，所以它是薄薄的一层，直接摸到皮革那种感觉。这部分是很独特的设计，我从来没有看过类似的设计，直接印在皮革上面。那这样的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视觉效果来说会更加低调自然，不会那种太刻意、太招摇的那种感觉。色调来说是那种淡淡自然的黑橘色调，所以很完美的融合在 Burberry 的这一款 A1 的 Bomber Jacket。整体细节来说，我觉得真的非常对味，宽松 loose fit size 感，最顶级的 lambskin 小羊皮的 suede leather， 而且它是意大利顶级的小羊皮，触感滑顺舒服，轻盈的 size 感，再加上完美的旧化感，皮革完全没有任何硬化不舒适的那种感觉。整件摸起来都非常滑顺舒服，而且它是欧洲 Burberry 的款式，市场上本身就非常稀有了，真的很喜欢，也很推荐的一款，跟大家做分享。最后饰品的部分，左手搭配的是90年代的 Secco Dolce 这种80、90年代的组合，日常搭配近代的这种内搭或者是裤装，混搭起来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所以台湾天气的话，最近春季内侧搭配一个普通素 T 完全 OK， 而且它这么轻盈柔软。Burberry 新款的话也完全没有看到同样的这种 A1 版型，已经没有在做类似的款式，绝对是难得的绝版经典款，跟大家做分享。好，简单介绍今天搭配呢，马上就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这次 U 系列2026春夏季这些新品实穿的感觉如何。首先 Uniqlo U 短版不老身外套，实际看现场的色调来说 ，Purple 的那个红豆色系确实也真的蛮好看的。不过现场尺寸蛮少，所以我就用黑色的 M 尺寸来做搭配。目前官网看的话，3个颜色、3个尺寸全部都还有现货。以我的身形，应该是穿 L size。最刚好，比较宽松舒服。这次的设计，我觉得它如果可以再加大到 XL 甚至到2XL 的话，应该会更加有趣。面料设计方面的话，我觉得还蛮不错，非常滑顺舒服，不会是那种易皱材质，穿起来非常轻盈舒适。最大特色就是双侧的大口袋设计，还有侧边它有多加了 Bone Pocket 保暖口袋设计。衣长设计的话，算是比较偏中短版的设计，主要是面料，我个人很推荐。
荐啦，面料很适合台湾的这种湿热季节，夏季如果流汗穿的话，也不会很黏肤的那种触感。拉链拉起来的感觉给大家看看，下半身的这个缩口部分就会比较明显，比较紧绷的那种感觉。刚刚就有提到，像是这种 A1 版型的话，我就是喜欢它这种自然松弛感，让下半身不会那种紧紧的。如果跟我一样身形没有那么漂亮的话，当然是下摆不要把它缩得紧紧的比较好看。像我今天穿的这一件80年代的 Burberry， 它就是下摆已经自然松弛，所以即便全扣也不会紧紧的显露出你有点肚子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件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以 M 尺寸来说，比较适合身形比较漂亮、比较没有肚子那种身形会比较好看。那像我这种身形的话，可能就要再大个2个 size 会比较自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件可以等特价来做入手，目前量都还蛮充裕。Uniqlo 宽版西装外套算是偏 oversize 设计，不过它这一次最大尺寸我在现场只有找到 M size， 以我的身形大概要到 XL 甚至2XL 可以穿出比较宽松 oversize 感觉。M size 的话就比较合身，刚刚好的 size 感。这一件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虽然是单扣设计，可是我觉得它的单扣太低了，可能再往上个3-4公分，我觉得会比较自然好看。面料部分倒是也是非常轻盈舒服，适合台湾天气这种春夏季的西装外套。比较建议这件不要穿合身的感觉，会比较好看。再来下一件是男装防泼水多口袋连帽外套，在面料触感部分意外的非常喜欢。虽然它是人工纤维的这种尼龙材质，不过它的尼龙不是那种很皱黏肤的那种材质。这一件的话，跟我预期一样，带有一定的这种稍微有点褶皱感，可是日常搭配反而比较实用的那种材质，不是那种会黏肤不舒适的材质。所以在面料方面，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尺寸方面的话，这一件的 M size 就非常理想，因为它设计的真的是很宽松舒适，所以以我的身形的话 ，M size 就刚刚好。再大的话，可能衣长就会有点过长，而且重点是在于它纽扣起来的感觉，视觉效果非常漂亮。再加上它的面料啊，光泽打下来的感觉有很漂亮的光泽感。以日常搭配万用性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单品。影片中在光源下的这种视觉效果，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好看？它的口袋同样也是两侧有做 warm pocket 的设计，全扣部分领情又非常挺，不会很紧绷的感觉。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光泽感呈现的布料感非常好看，解开来的感觉像这样，是不是很宽松舒服？完全可以想象最近的天气早晚骑车外出通勤绝对是 OK 的。它内侧是网眼式的设计，非常透气舒适，不会很闷热那种感觉。所以这一次外套来说，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这一款，尺寸上都还蛮充裕的。如果有兴趣的话，稍微可以等到它折扣再来入手。其他我原先最感兴趣的就是它的裤装的打折宽裤，轮廓上还蛮不错，可是缺点就是它没办法修改裤长，所以这一次我就直接 pass。好，那今天就是快速跟大家分享 U 系列春夏季所推出的这些新品，基本上面料部分都很适合台湾天气，目前量都还很充裕，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等一下，等到它特价再来入手也 OK。另外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一款非常稀有，而且真的特别难得的一款好物 ，Burberry 的1980年代 Italian Lambskin Sweater 意大利小羊皮的麂皮面料的这种绒毛皮革的皮衣，同时它又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这种 A1 版型。这 A1 版型在台湾我完全没有看到路上有人穿，所以如果你对皮衣有兴趣，或是日常已经也收集很多款皮衣了，你想要试试看80年代的这种设计，而且又是顶级的麂皮面料，不是那种人工皮革，小羊皮的这一款绝对是非常推荐，而且在市场上也很少见，基本上在台湾完全不会跟别人撞衫，非常特别而且稀有的顶级好物。保养方面的话也没有很复杂，真皮的麂皮面料的话，推荐几款就是，如果内侧你有流汗，明显也觉得有点臭的情况的话，你可以用用看这种通用型的皮革清洁，它是泡沫清洁的，或者是也有其他 sweater 的绒面皮革专用的那种清洁剂，适合保养的清洁用品我都会放在影片介绍栏。基本上平常使用的话，最常用的应该是这个是 sweater 的
专用的顺皮的这种毛刷，类似橡皮擦的那种感觉。如果是亮面皮革的话，我们都用马毛刷嘛。麂皮面料的话，就是用这种，它有做特殊纹理，有一点摩擦性的这种。让它越刷越顺，让它的这个皮革刷得更加漂亮。如果是有点脏污的话，就可以用他们那种麂皮专用的橡皮擦；小污渍的话，就用这个比较软的那种橡皮擦。有一点严重脏污的话，你再视情况要不要用这个摩擦颗粒的这种比较硬的橡皮擦。连结我都放在下方介绍栏。如果你也有收藏一些麂皮的 Suede Leather 的真皮的皮衣的话，都可以参考看看。那当然，我个人是蛮喜欢保留一些它的旧化感，看起来更加自然好看。好，那今天介绍这几款 U 系列的商品连接，还有今天介绍这一款非常稀有的1980年代 Burberry Italian Lambskin Suede Leather A1 Bomber Jacket， 连接部分我全部都放在下方介绍栏，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参考看看。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如果喜欢这类型穿搭影片或是国防纪录的话，再帮大家发一下跟频道，别去开小铃铛的 Instagram 时常更新穿搭照，也可以发一下。还有 Facebook 虾皮卖场进球也是新品，有兴趣的话可以逛逛。我是 Rock，我们下次见。